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炯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 Realme 刚发布的真我 GT 大师版和大师探索版的体验。这几台机器来我们工作室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我们做了不少体验和实测，看看这次的大师是不是真大师。不过这体验，小白测评马上开始。签名的啊，我这个手机上也有一个小小的签名啊，这个叫旅行箱信。之前宣传图一放出来的时候，大家说，这是不是参考了旅行箱的设计？结果人家摊牌了，我这手机就是参考旅行箱的设计。我们这里还有一台大师探索版的白色，祖传的65瓦啊，大师版旅行箱灰。这次 Realme 可是将旅行概念进行到底，那邀请函就是一个旅行箱风格的小挎包，还有一个旅行箱包装版本的大师探索版，一台手机加一些 Realme 的周边。这包装盒啊，不对，应该说是这包装箱啊，还带海关锁，背上你就可以出去玩了。不过疫情还没有完全消灭，没打疫苗的小伙伴赶紧去打。由于这次大师系列的机型是比较多的，我们直接打出一张关键参数图，你可以暂停查看。这次大体上是分为了2个版本，一个是大师，一个是大师探索版。这次后背上有深泽直人啊，这个签名的啊，只在素皮版本。之前 Realme 也跟深泽直人有个合作，当时我记忆特别深刻，有一个红墙，还有一个水泥，那个水泥我自己还是用了挺长时间。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深泽直人的设计，也买了他一些书籍。深泽直人的设计主张是用最少的元素来展示产品的全部。上一次的 X2 Pro 的水泥，仔细想想啊，其实它只是改变了贝壳的质感和颜色，就很好的凸显了设计主题。这次的旅行箱也是在素皮材质上，看似简单的加了一些凸起的纹理，就把旅行这个概念非常直观的给你呈现出来了。用最少的元素，明确的凸显设计主题。我们现在看着好像很简单啊，但是为什么之前就是没有人做呢？而且想了一下啊，为什么是素皮这个材质，不是别的？受制于天线技术，金属肯定是不行的，玻璃或者陶瓷的加工难度，这个价格肯定飙升，而且这些材质的重量也肯定轻不了。塑料很好，但是质感又不行。素皮4500毫安时电池，183克的整机，它还真是最好的选择，甚至都没有之一。深泽直人说，让你看到它就想起旅行的感觉，不知道你感觉到了没？镜头模组上的这2台啊，凸起都不是特别的多，虽然分为了2层，但是整机也是非常轻薄的。它最重的啊，这个系列啊，好像才185克，还有170几克的这个重量，这个上下全部都是削平的处理。这次在大师系列上呢，它2侧的这个后背啊，明显弧度要更大。这个握起来呢更加贴合手掌，这样对素皮这个材质的工艺要求呢也就更高一些。这台大师版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灰色，但是实际上手啊，这个灰色要比你在宣传图里面看起来要稍微的深一点，就更加水泥一点。而且这次也比较统一，它不同的颜色，整个镜头模组底板的这个颜色也全部都是相对应的。大师把产品用这2个字形容的，其实我们听了好多了啊，不止于手机。之前我们总是调侃 Realme 今年是塑料王者，性价比之王。这台 GT 大师探索版直接拉满了质感，加上大师的设计，甚至有点拉超了，还有点不太习惯。而且这次我们特别询问了 Realme， 后面可能会延续大师这个系列的产品，它不单单是这一台手机，甚至不止于手机。在尺寸方面呢，是一个6.55，一个6.43寸，有些许差别。大师探索版呢，它是一个微微的曲面屏，但这个曲率也非常的克制啊。大师版它就是一个直屏了，都是三星的AMOLED 屏幕，120赫兹，峰值亮度都可以达到1000尼特以上。影像方面也是这次升级的一个重点。前面咱们说了，它的这个镜头凸起呢不是特别的多，这次对于它整个机器的内部堆叠要求要更高一些，因为加入了一个比较厚的素皮板，因为这个素皮天生就是比较厚的一个材料嘛。比如说这个玻璃板它是8毫米的厚度，但是这2台素皮就达到了8.8毫米，这也是你上手之后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。大师探索版是加入了一个非常旗舰的传感器 MX766， 这是和索尼定制的。基础参数先给大家打出来啊，直接来看样张。整体来看，这5台手机表现都还 OK， RAW50 Pro 和小米10S 对于阴天的天空还原还是比较真实。另外3者的 AI 算法稍微有点过啊，天空优化的有些偏蓝了，但是大众来看整体观感上还比较讨喜。Realme 2款超广角相比
比主摄更加符合实际场景，但是白平衡有些不太稳定，有时候会出现和主摄白平衡不一致的情况。夜间场景下，大师探索版的取景框的分辨率没有很糊 ，IMX 766默认模式下大约2秒内能出片，整体观感和宽容度都还不错，毕竟是旗舰级别传感器了。切换到夜景模式下，5台手机的宽容度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，总体差距不算大，大师探索版的整体观感要稍好一些。拍摄体验上，这次 realme 在取景框和镜头切换体验等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。IMX 766的全像素对焦表现还是非常快的，边缘畸变通过算法也得到了很好的弥补。软件层面，这次它新加入了街头摄影模式，息屏状态下连按2下音量键就能快速启动。街拍这个模式看着好像不难，但它最核心考验的是相机的启动响应速度和极速成像能力。工作室的小伙伴都很喜欢这个 DIS 的超清抓拍，为什么？应该有不少小伙伴看过我们之前的2021影像专题视频，看似简单的随手拍，很多大旗舰都翻车了啊！普通大众其实都没有那么专业的拍摄技巧，都是随手抓拍，街头的精彩都是转瞬即逝的，能做到不糊片不卡顿，这个真没那么容易。不信你现在可以试试你自己的手机相机啊，从口袋掏出，对焦好，抓拍一个东西要多少秒？对了，这次有个滤镜还挺好玩的，是 realme 和 Novencam 合作的专属街拍滤镜，色彩风格非常强烈。如果你家之前有胶片机，应该不陌生这种感觉，它是基于100年经典柯达胶片效果模拟的。工作室的小伙伴们随手拍了一些。简单总结，白天场景下调教风格比较讨喜，探索版的对焦速度也体现出了766的优势。综合来说，我们的摄影小伙伴比较倾向大师探索版的766。性能方面呢，这2台手机还是有一些区别的。我们先一张关键参数图给大家打出来。这个大师探索版呢，它是 DDR4X 加上 UFS 3.1的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数据库实测。纸面数据上，雨露兔综合得分73万加，在870机型中排名靠前，相比9R 高了3万分。GPU 3D Mark 上 Wildlife 得分4270，和一众870大差不差啊。实际体验上，小白测评数据库20管应2轮打开测试12G 的版本啊。GT 大师探索版平均用时106秒，调教的9就是不一样，它是目前骁龙870处理器中表现最好的机型。续航上4500毫安时的电池，在开启120赫兹的模式下，小白测评数据库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 ，GT 大师探索版剩余57%的电量，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剩余9%的电量，在870的机型之中，这个表现就一般了。祖传的65瓦双电金快充，实测15分钟充入61%，29分钟手机前台显示100%，之后还进行了6分钟的 UI 充电，最后充满完全用时35分钟，位列数据库第8名。发热上，数据库标准的1小时和平精 HDR 高清加极限60帧 ，GT 大师探索版机身最高温度43.8摄氏度，结合 VC 液冷加上金属中框的设计，这个成绩算不错。毕竟 realme 之前的机器都是大塑料，散热都相对较差，只是目前还不支持90帧模式，等后续更新后再进行测试。最后极限原神最高画质，平均帧率53.9帧，对于夏天来临锁过一波帧之后的旗舰，这个帧率不错了。功耗方面，平均5.81瓦，对比一下其他几款870 K40 5.44瓦 ，Neo 5 4.93瓦，在帧率没有什么太大差距的情况下，出版系统功耗稍微高了一点。发热方面没有做任何锁帧限制，游戏10分钟上升到了47.9摄氏度，30分钟达到了最高的51.4摄氏度。作为一款年中发布的骁龙870新机，总体还是比较成熟的，在大型游戏调度上也没有进行锁帧，调教上还有一些小点需要改进。对了，大师探索版啊，这个屏幕它也是 DC 调光的机型，现在确实不多了。再来看一下骁龙778G 大师版的游戏方面，首先是破解和平精英流畅加90帧，平均89.7，波动1.2，荣耀50 Pro 平均89.8，波动0.8，两者都非常流畅。原神最高画质下 ，GT 大师版平均46.5帧，波动35.8，中途将帧率锁定在了50帧。作为对比，荣耀的778G 平均49.9，波动46.6，帧率高一些，但波动也要更大一点。功耗上 ，GT 大师版则要更低一些，平均4.73，位列数据库第3名。发热上和50 Pro 大差不差，半小时机身最高温度48.8摄氏度。778G 降分辨率的情况，这次我们也做了实测，在同样的场景下放大图片啊 ，realme 的778G 要更加清楚。实测了几个场景，结果基本一致。然后我们又数了一下抗锯齿，发现 GT 大师版和荣耀50 Pro 大差不差，但荣耀模糊了细节，减轻了渲染压力。面对原神这种大型游戏，778G 还是比较吃力的，建议小伙伴们降低画质，以换取更好的游戏体验。OK， 本期的各种详细数据都可以在小白测评数据库随时免费查询。其他的细节方面呢，比如 NFC 它们是全系标配的，然后都是 Z 轴的震动马达。扬声器方面有区别啊，一个是带听筒式的扬声器的大师探索版，然后这个大师版是一个单扬器的设计。我们来听一下实测。
购买建议上，我个人觉得啊，还是要上这个大师的探索版，因为无论在各个方面细节配置上面，虽然它们价格可能有差距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师探索版肯定还是性价比最高的。今天由于888的不给力啊，其实各家87零的产品都不少，这台 GT 大师探索版确实来的算晚，不过好在配置设计比较全面，成熟无短板。现在假如我们把它放在3000元这个档位里面啊，综合性价比确实是挺出众的了。尤其是在设计和质感方面，质感这个东西啊，其实挺玄学的，这个很难用语言来形容，或者用视频给你展示出来。它不像是处理器电池那么直给，还是建议大家线下去看一看。你一上手，啥也不用说了。因为对于870处理器这样定位的一台手机来说，这台机器基本上挑不出来什么比较大的问题了。对了，虽说大师设计的旅行箱会是我的最爱啊，但是白色。这次的白色也挺不错的啊，尤其是女生。之前我总说啊，感觉 realme 前半年都没出一个大旗舰，那这台 GT 大师探索版算是补充了一下自己产品线上的空白了。OK， 这期视频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，更多内容精彩，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